你疯了吗？这种垃圾菜也敢端上桌？大伯红着脸指着桌上的菜品咆哮：妈的，70大寿你就这样糊弄？小叔子也跟着起哄，筷子重重摔在桌上。婆婆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铁青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其他亲戚面面相觑，场面一片死寂。我站在客厅门口，看着这一桌愤怒的面孔，内心出奇的平静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张丽，今年42岁。20年前，我嫁给了刘强。那时候的我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翻译，月薪3000多，在90年代末算是不错的收入。刘强比我大5岁，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，人看起来老实可靠。结婚前，他对我体贴入微，约会时总是抢着买单，说女孩子就该被呵护。我被这种绅士风度打动，觉得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婚后第1年，我怀孕了。刘强说：“你工作太累，对孩子不好，不如在家养胎。”我一个人的工资够花，我想着他说的有道理，就辞了职。孩子出生后，刘强又说：“孩子这么小，离不开妈妈，你再等等，等孩子大点再出去工作。”我信了。全心全意在家带孩子，一等就是20年。这20年里，刘强从技术员升到了项目经理，再到部门主管，工资从当初的2000多涨到现在的15000，而我从当初的职场白领变成了全职家庭主妇，家里的经济大权完全掌握在刘强手里。他每个月给我1500块钱作为生活费，包括买菜、水电费、孩子的零花钱，超支1分钱都要跟他详细汇报用在哪里。这个月怎么多花了30块？他拿着小本子，眉头紧锁。儿子要买参考书，我给了他30，买什么参考书要30，下次买东西要先跟我商量。就这样，他把我的开销控制到了极致。我买件100块的衣服都要犹豫很久，生怕他不高兴。而他自己，一双运动鞋600块，一条皮带300块，从不心疼。我赚钱不容易，你要学会过日子，这是他的口头禅。婆婆更是让我头疼，她偏心小儿子，总觉得我配不上他的大儿子。每次来我家都要挑3拣4，这菜怎么这么淡？你不会放盐吗？地板怎么还有灰？你一天都在家干什么？我家刘强工作这么忙，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，真是造孽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他总在外人面前说我好吃懒做，靠老公养着。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都想反驳，但刘强总是拉着我说：“妈年纪大了，你让着点。”小叔子刘军比刘强小3岁，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稳定工作，换了7、8份工作，每次都干不长。他媳妇王丽也是个不省心的，生了2个孩子后就在家打麻将，家务活基本不沾手。但就是这样的一家子，在婆婆眼里却是宝贝疙瘩。小叔子没钱付房租，婆婆就让刘强出。王丽想买名牌包，婆婆就暗示刘强应该帮衬着点。2个孩子的学费、培训费更是理所当然地落到我们头上。每次提到这些，刘强总说：“一个家庭嘛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我算过一笔账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家至少拿出了20多万帮助小叔子一家。而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是雷打不动的1500块。去年，我提出想重新找份工作，刘强立刻反对：“你都脱离社会这么多年了，能找到什么工作？还不是给家里添乱。再说，儿子马上高考，
正是关键时候，你不在家怎么行？我又一次妥协了，但心里的委屈像石头一样越积越重。20年来，我没有自己的收入，没有自己的朋友圈，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，我的世界只有这个家，而这个家里，我似乎是最不重要的那个人。有时候深夜醒来，我会想，如果当年没有辞职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也许我已经是部门经理，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，有自己的尊严和底气，但是已经晚了。42岁的年纪，脱离社会20年，我还能做什么？直到婆婆的70岁生日临近，这一切终于到了爆发的临界点。3月初，春寒料峭，大伯刘军的电话打破了家里的宁静。强子，妈的，70大寿快到了，咱们得好好操办一下。大伯的声音透着兴奋，70大寿可是大日子，不能马虎。刘强放下电话，脸上带着为难的表情。婆婆70岁生日在3月15号，按照刘家的传统，带儿子负责操办，费用也由大儿子承担。要花多少钱？我问。大伯说要请20多个亲戚，怎么也得摆2桌。刘强掰着手指算，酒店包厢、酒水、礼品，少说也要3、4千。我心里一紧，我们家虽然刘强工资不低，但是各种开销也不小，房贷每月3000，儿子的补习费每月1000，还要时不时接济小叔子家，存款其实不多。那就办简单点，在家里摆2桌，我来做菜。我提议。刘强摇摇头，不行，这样显得我们不重视，大伯他们肯定要说闲话。第2天，小叔子刘军也来了电话，声音里带着催促：嫂子，妈的，寿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礼品了。话里有话，我听得出来，他是在暗示我们不能办得太寒酸，不然他们脸上也无光。晚饭时，刘强突然开口：丽丽，妈的，寿宴你来张罗吧。我停下筷子，要多少钱？刘强避开我的眼神，低头扒饭。你看着办，别花太多。到底多少钱？总得有个预算吧？我追问。刘强放下碗，有些不耐烦。我最近手头紧，你先垫着，等下个月发工资再给你。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说个数，我好有个准备。刘强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站起身。我出去抽根烟，等他回来已经是半小时后。他坐下来，掏出150块钱放在桌上。就这些了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150块？你想想办法，别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。刘强的语气很平静，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我觉得血液在往脑门上冲。你开玩笑吧？150块能做什么？你不是会过日子吗？想想办法呗。刘强点着烟，买点便宜菜，回家自己做，能省不少钱。20多个人，2桌菜，150块。我的声音在颤抖。刘强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我很清醒。刘强吸了一口烟。最近公司效益不好，我的奖金都没了。这150还是我从别的地方挤出来的。那就跟大伯他们说实话，今年简单办，明年再补。不行。刘强猛地站起来。我是大儿子，妈的，70大寿我能办得寒酸吗？那还不被人戳脊梁骨？可是150块真的不够。我也站了起来，最起码要1500，我才能保证办得像样点。刘强的脸色立刻变了。1500？你疯了吗？一顿饭而已，用得着花这么多钱？酒水就要好几百，还有烟、菜、汽水、瓜子、花生，哪样不要钱？我列着单子，还要买寿桃、长寿面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那就不买酒水，喝白开水，不买烟，
谁想抽烟自己带？刘强说的理所当然，过日子就要精打细算。我呆住了，让客人喝白开水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刘强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的声音有些嘶哑。你妈70大寿，来的都是长辈亲戚，你让人家喝白开水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现在提倡节约，不浪费。刘强振振有词。再说，来的都是自家人，不会计较这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那你告诉我，150块钱具体怎么安排？刘强掐掉烟头，开始算账。买点土豆丝、豆腐、白菜，便宜又实惠。再买点鸡蛋做个汤，有荤有素。主食就蒸馒头，成本低。我听着他的计划，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你是认真的？当然认真。刘强拍拍我的肩膀，这就考验你的持家能力了。我相信你能办好。我办不好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这不是持家，这是丢人。刘强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怎么说话呢？嫌钱少是不是？你一个月花我1500，从来没嫌过少。现在让你办件事，就这么多意见，这能一样吗？我感觉快要爆炸了。1500是一个月的生活费，这是要办20多人的寿宴，反正我就这么多钱。刘强开始耍无赖，你爱办不办？办不了就直接告诉大伯，说我们家没钱。这句话像刺一样扎在我心上。他这是要我去丢这个脸，去承担所有的责备和指责。为什么要我去说？我盯着他，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跟你大哥说？我是男人，要面子。刘强理直气壮。再说，操办这种事本来就是女人的活。我突然想起，结婚这20年来，每一次家庭聚会，都是我在厨房忙活，而他在客厅里跟大家聊天喝茶。每一次被挑剔菜品不好，挨骂的也是我，而他总是在一旁装作无辜，甚至偶尔还会附和2句。是啊，丽丽这方面确实需要改进。好，我点点头，我办。刘强松了一口气。这就对了吗？你办事我放心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我看着他，办完这个寿宴，有些事情我们要好好谈谈。刘强愣了一下，但很快点头同意。没问题，你想谈什么都行。他以为我是在妥协，是在退让。他不知道，这一次我准备给所有人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。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失眠了，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刘强的话，还有这20年来的种种委屈。150块办20多人的寿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但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要办。只是办出来的效果，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第2天早上，我开始制定计划。既然要用150块办寿宴，那我就严格按照这个预算来，不多花1分钱，也不少花1分钱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150块钱能办出什么样的寿宴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出门了，目标很明确，大润发超市。在冷冻食品区，我仔细研究着各种预制菜的价格。红烧肉19块8，糖醋排骨22块，宫保鸡丁16块8，麻婆豆腐12块，酸辣土豆丝9块8，清炒小白菜8块，冬瓜汤7块8。我掏出手机计算器，一个个加起来96块2，还剩53块8，可以买主食和饮料。馒头3袋12块，矿泉水2箱24块，瓜子花生1袋15块，还剩下2块8，正好买几根香烟凑数，完美，刚好150块。站在超市里，我看着购物车里的这些预制菜，心情复杂的难以形容。20年前的我，绝对想不到有一天
会用这种方式来反抗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当年刚结婚时的一个场景。那时候我们还住在租的小房子里，刘强说要请他的同事来家里吃饭。我忙活了一整天，做了8道菜，从刀工到调味都很用心。那个同事吃得直夸：嫂子手艺真好，强哥，你真是娶了个好媳妇。刘强当时笑得很开心，搂着我的肩膀说：那是，我眼光能差吗？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，是被珍视的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，就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。可是现在呢，20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在厨房里忙活，但得到的却是越来越多的理所当然和越来越少的感激。回到家，我把预制菜藏在冰箱的最下层，用其他东西遮住。刘强从不进厨房，不会发现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观察这个家，观察这些年来我习以为常却从未仔细思考过的一切。刘强每天下班回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，往沙发上一躺，然后开始催促：饭做好了吗？我饿了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会拿着手机看新闻，偶尔评论几句国际形势或者公司八卦。我在旁边默默吃饭，他很少主动跟我聊天。饭后，他继续看电视或者玩手机，收拾碗筷、洗碗、拖地、洗衣服，这些都是我的活。周末，他要么约朋友出去喝酒，要么在家里睡懒觉，我照样要早起买菜做饭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这样的生活模式持续了20年，我竟然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意识到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更像是一个保姆，而不是妻子。我开始回忆这些年来的一些细节。去年夏天，我的中学同学聚会，邀请我参加，我很兴奋，想要去见见老朋友。但刘强说，去什么聚会，浪费钱。再说家里这么多事，你走了谁来做？前年我想学开车，刘强说，学开车干什么？又花钱又危险，需要用车，我来开就行了。大前年我想报个英语班，重新捡起自己的专业。刘强说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学什么英语？没用的东西。每一次我都被他说服了，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让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，是给家里添麻烦的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不是在为我好，他是在控制我，他要让我完全依赖他，完全听从他，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保持这种不平等的关系。想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去年年底，我无意中看到刘强的银行短信，他的工资卡余额是12万8千多，而他告诉我的是，家里一共只有3万块存款，那另外的将近10万块钱去哪了？我开始留意他的消费习惯，他的手机是最新款的苹果，5000多，手表是瑞士名牌，1万多，皮鞋都是进口的，每双都要2、3千。而我呢，手机是3年前的老款，用到现在还舍不得换。衣服大部分是地摊货，超过200块的衣服我都觉得奢侈。化妆品用的是超市里最便宜的牌子，每次我想买点稍微贵一点的东西，他都会说，过日子要节约，不能大手大脚。可他自己花起钱来从不心疼，这种双重标准让我开始怀疑，在他心里我到底算什么？3月12号，距离寿宴还有3天，婆婆打电话来了，丽丽啊，后天的寿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。差不多了，我简单回答。都准备了什么菜？我好跟大家说说，免得重复了。我看了看冰箱里的预制菜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您到时候就知道了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那就好。
婆婆顿了顿，对了，你大伯说要带酒过来，你就不用准备酒了。还有，小军家的孩子最近挑食，你多做几个孩子爱吃的菜。好的，我应着。还有啊，我听说你们最近手头紧，需要钱的话跟妈说，妈这里还有点积蓄。婆婆的语气很温和，我愣了一下。婆婆虽然平时对我挑剔，但在关键时候还是愿意帮忙的，这让我的心情更加复杂。不用，够用的。我说，那就好。强子这孩子就是太要面子，有困难也不愿意说。你们年轻人啊，要学会量力而行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发呆。婆婆的话让我意识到，她并不知道刘强只给了我150块。在她看来，可能我们确实遇到了困难，但应该还是会努力办好这个寿宴的。如果她知道真相，会是什么反应？3月13号，我去超市买了一些装饰用品，彩带、拉花、生日帽，这些小东西花了20块，钱是我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的。刘强给的150，我一分没动。晚上，刘强问我，明天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能搞定。我说，那就好。他点点头，你办事我放心。明天我可能要早点到，帮忙招呼客人。对了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明天穿的正式点，毕竟是妈的大生日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笑，他关心的永远是面子，是别人怎么看他，而不是这个过程对我意味着什么。3月14号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想着明天即将发生的一切。我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我知道可能所有人都会指责我，但我已经决定了。20年来，我一直在委曲求全，一直在忍让妥协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好，足够听话，就能换来应有的尊重。但事实证明，一味的退让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。也许是时候让他们看看，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女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也许是时候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个可以随意欺负的软柿子。明天就让一切真相大白吧。3月15号，天气阴沉，空气中弥漫着即将下雨的闷热。早上6点，我就起床了。刘强还在睡觉，鼾声如雷。我轻手轻脚的洗漱，然后开始准备今天的大餐。从冰箱里取出那7盒预制菜，我仔细阅读了包装上的加热说明：微波炉加热2分钟，或者蒸锅加热5分钟。很简单。8点钟，刘强起床了，他看到我在厨房忙活，满意地点点头，这就对了，早点准备，免得待会儿手忙脚乱。你要不要先去买点水果？我问。水果？刘强皱眉，预算里没有水果钱啊。那就算了。我继续洗菜，假装在准备食材。9点钟，大伯第一个到了，他提着2瓶酒，满脸春风。强子，今天可是大日子啊。是啊，大伯。刘强迎上去，您坐，我给您泡茶。陆陆续续，亲戚们都来了。23个人，确实要摆2桌。婆婆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服，精神抖擞地坐在主位上，接受大家的祝福。她时不时朝厨房看一眼，眼中满含期待。丽丽在厨房忙什么呢？香味都飘出来了。二婶笑着说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香味，预制菜还没开始加热，但大家都习惯性的客套一下。11点半，按照计划，该开始准备午饭了。我走进厨房，关上门，开始了这场表演。我把预制菜一盒盒打开，倒在家里最好的盘子里：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宫保鸡丁、麻婆豆腐、酸辣土豆丝、清炒小白菜、冬瓜汤。7道菜刚好够2桌人吃。加热的过程中，我听着外面的笑声和谈话声，
心情说不出的复杂。这些人都是我的亲人，20年来，我一直努力的想要融入这个大家庭，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喜爱。但事实是，在他们眼中，我永远是那个外来的媳妇，是那个应该默默付出，不应该有任何怨言的下人。12点整，第一道菜出锅了，红烧肉装在白瓷盘里，看起来还算像回事。如果不仔细看，很难发现这是预制菜。我端着盘子走出厨房，放在餐桌上。客厅里的人们都转过头来看。哇，红烧肉看起来不错啊，三叔夸赞道。刘强走过来，低声问我，还有几道菜？马上就好，我说。接下来的半小时，我陆续端出了剩下的6道菜，每端出一道，客人们都会礼貌性地夸赞几句。这糖醋排骨颜色真好看，麻婆豆腐看起来很香啊，丽丽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刘强站在一旁，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。在他看来，这场寿宴办得很成功，他的面子保住了。12点半，所有菜都上齐了，大家开始入座，准备开餐。婆婆坐在主位上，看着满桌的菜，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。丽丽辛苦了，这么多菜，一定累坏了。应该的，我笑着说，您老人家70大寿，应该好好庆祝。大伯举起酒杯，来，咱们先敬老太太一杯，祝她老人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祝奶奶生日快乐。孩子们齐声说道。婆婆脸上的笑容像盛开的花朵。好好好，大家都有心了，开吃吧。刘强招呼大家都尝尝丽丽的手艺。这一刻，我站在餐厅门口，看着这一桌其乐融融的景象，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是悲哀，是愤怒，还是解脱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将会改变这个家庭的一切。大伯第一个动筷子，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他咀嚼了几下，表情有些奇怪，但没有说什么。二婶夹了一筷子糖醋排骨，吃完后皱了皱眉头，看了看盘子，又看了看我。三叔尝了宫保鸡丁，停顿了几秒钟，然后放下了筷子。小叔子刘军夹起麻婆豆腐，刚一入口，脸色就变了。他看了看盘子，又看了看其他人，眼中开始出现怒火。婆婆夹了一口酸辣土豆丝，咀嚼了几下，忽然停住了。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疑惑。餐桌上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，刚才还热闹的谈话声逐渐安静下来，大家都在品尝着这些精心准备的食物。然后有人开始窃窃私语，这个味道有点奇怪，好像不是现做的。这红烧肉怎么这么软烂？糖醋排骨的糖醋味太浓了，不自然。声音越来越大，质疑声越来越明显。刘强也夹了几样菜尝了尝，脸色逐渐变得难看起来。他看了看我，眼中开始出现不安。就在这时，小叔子刘军猛地站了起来，筷子重重地摔在桌上。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他指着桌上的菜，声音颤抖着，这是预制菜，超市里买的预制菜。话音刚落，餐桌上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停下了筷子，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。大伯的脸涨得通红，他颤抖着手指着桌上的菜：“你疯了吗？这种垃圾菜也敢端上桌？妈的，70大寿你就这样糊弄？”小叔子的声音越来越大：“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吗？”其他亲戚面面相觑，有的人放下了筷子，有的人小声议论着。孩子们不明就里，还在继续吃着，但大人们已经开始坐立不安。婆婆坐在主位上，脸色从红润变成了铁青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故意让我们丢脸吗？”丈夫站起来，
声音颤抖着，全家人的怒火都指向我，各种难听话铺天盖地袭来。我看着这群平时高高在上的人，缓缓开口说了一句话，瞬间所有人都哑火了。丈夫的脸色从愤怒变成了惊慌。20年了，我终于不用再伪装，不用再委曲求全，不用再为了所谓的和谐而牺牲自己的尊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这些愤怒的面孔，平静地开口说道：这顿饭一共花了150块钱。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让整个餐厅瞬间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刘强。他的脸色从愤怒瞬间变成了惊慌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什么？大伯以为自己听错了。150块？对，150块。我点点头，声音依然平静。这是我丈夫给我的全部预算，7道菜，23个人，150块钱。大伯看向刘强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强子，这是真的吗？刘强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的额头开始冒汗，双手不自觉地颤抖着。婆婆慢慢站了起来，看着自己的大儿子。强子，你说话啊！刘强的声音很小，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。手头紧？小叔子刘军突然大笑起来。哥，你开玩笑吧？你一个月工资15000，手头能紧到哪去？这句话像炸雷一样响在餐厅里。15000的月薪，给老婆150块办寿宴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，放在餐桌上。大家既然都在，我想有些事情应该说清楚了。我打开文件夹，拿出第1张纸，这是刘强的银行流水，最近3年的。刘强的脸瞬间变得煞白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忘了吗？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有权知道家庭的财务状况。我淡淡地说，我去银行打印的，很简单。我把流水单递给大伯。大伯，您看看，这3年来，刘强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都在15000左右，年终奖也有2到3万。但是，我拿出第2张纸，这是我们家的开支记录。房贷每月3000，我的生活费每月1500，水电费、物业费、孩子的开销，加起来每月不超过6000。那么请问，剩下的钱去哪了？大伯接过纸张，仔细看着上面的数字，眉头越皱越紧。我继续拿出第3张纸，这是刘强这2年来的转账记录，每个月都有一笔5000到8000不等的转账。收款人是……我停顿了一下，王美丽。餐厅里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待着下文。王美丽是谁？婆婆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。我看了一眼刘强，他已经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，冷汗直流。王美丽是刘强在外面养的女人。我的话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。32岁，离异，带一个7岁的孩子。刘强每个月给她生活费，还在她住的小区附近租了一套房子。婆婆身体摇晃了一下，差点跌倒。二婶赶紧扶住她。不可能！小叔子刘军站起来，我哥不是那种人。我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叠照片，放在桌上。照片是我雇私家侦探拍的，很清晰地显示了刘强和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的场景：逛街、吃饭、接孩子放学、进出住宅小区。这些照片拍摄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，地点在城南的锦绣花园小区。我的声音依然平静。刘强每周至少去那里3次，有时候还会在那里过夜。刘强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嘶哑：丽丽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我打断了他。
解释你为什么要骗我，解释你为什么一边在外面包养女人，一边在家里对我抠门到1分钱都要计较。我拿出第4张纸，这是锦绣花园的租房合同，租客是刘强，月租3800。这是王美丽的信用卡账单，刘强是附属卡持有人，每个月消费2到3万。大伯看着这些证据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把纸张重重拍在桌上。畜生，你对得起丽丽吗？对得起你儿子吗？这还不是全部。我继续说道，刘强不仅在外面包养女人，还从家里的钱中挪用了大笔资金。我算过账，这3年来，他至少挪用了30多万。我拿出计算器，开始算账。月收入15000，年收入18万，年终奖3万，一年总收入21万，家庭开支1年7万左右，剩下14万。3年应该结余42万，但实际银行存款只有8万。那34万去哪了？我看着刘强，除了给王美丽的钱，还有给她买车的15万，给她孩子交学费的3万，以及各种礼品和旅游费用。婆婆听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她颤抖着手指着刘强：“你这个混蛋！丽丽跟了你20年。”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，你就是这样对她的？妈，刘强想要站起来，但双腿发软，又跌坐回椅子上。别叫我妈！婆婆愤怒地说：“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”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没有想象中的痛快，只有深深的疲惫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说，小叔子一家这些年从我们家拿走的钱，不是刘强自愿给的，而是他为了掩盖自己出轨的事实，故意制造家庭困难的假象。小叔子刘军和他老婆王丽都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刘军问。意思是，他每次给你们钱，回家后都会跟我说家里很困难，没有余钱。他用资助你们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家里存不下钱。我看着刘军，但实际上，给你们的钱只是他总开销的一小部分，大部分钱都给了王美丽。王丽脸色苍白。那我们这些年，你们这些年确实收了我们的钱，但你们被利用了。我说，刘强把你们当作他挥霍的挡箭牌。客厅里一片死寂，每个人都在消化着这些震撼的信息。20分钟后，大伯第一个开口：“丽丽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看了看在座的所有人，最后把目光落在刘强身上。我要离婚，我说得很平静，这个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。刘强猛地抬起头：“不行，我不同意。”“你不同意？”我冷笑了一声。“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出轨、挪用家庭资产、欺骗配偶，哪一条都是离婚的理由。我可以改。”刘强跪了下来：“丽丽，我真的可以改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”改？我看着他，20年了，你改过吗？从一开始控制我的消费，到后来阻止我工作，再到现在的出轨欺骗，你一直在践踏我的尊严。现在出了事，你说要改。婆婆走过来，拉住我的手：“丽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偏心小儿子，对你多有苛责，我老糊涂了，没看出来强子是这样的人。”我看着婆婆，心中的怒气消散了一些。她虽然平时对我挑剔，但本质上是个善良的老人。她也是刘强欺骗的受害者。“妈，这不是您的错。”我轻声说，“是他选择了这样做。”小叔子刘军也站了起来：“嫂子，我哥做的事确实过分，但是为了孩子，你们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”“孩子？”我苦笑了一声。他考虑过孩子吗？在外面包养女人的时候，在挪用家庭资产的时候，在对我刻薄到1分钱都要计较的时候，他考虑过我们的孩子吗？我拿出最后一张纸，
这是我咨询律师后起草的财产分割方案。房子是婚后购买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要求分割一半，银行存款也要分割一半。另外，刘强这3年来挪用的34万，我要求他全额归还。刘强看着这张纸，脸色更加苍白。丽丽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要你的命！我站了起来。那这20年来，你对我做的事算什么？你让我辞职，让我失去经济能力，让我完全依赖你，然后用这种依赖来控制我。你让我在这个家里像个佣人一样工作，却不给我应有的尊重。现在我要求分割属于我的财产，你说我要你的命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20年来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。你知道这2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没有自己的收入，没有自己的朋友，没有自己的生活。我的世界只有这个家，只有你们这些人。而你们呢？把我当什么？当免费的保姆，当出气筒。我每天早起晚睡，洗衣做饭，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。我从不抱怨，从不要求什么。我以为只要我做得足够好，就能得到应有的尊重。但是你们给了我什么？1个月1500块的生活费，超支1分钱都要解释去向。想买件像样的衣服要看脸色，想学点东西要被拒绝，想见朋友要被阻止。而你呢？一双鞋600块，一条皮带300块，每个月给外面的女人8000块，从不心疼。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，但声音依然坚定。今天这顿饭就是我用150块钱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一个人能够无耻到什么程度，能够虚伪到什么程度。餐厅里静得可怕，只能听到我的抽泣声和刘强的喘息声。过了很久，大伯开口了：“丽丽说得对，强子，你太过分了。”其他亲戚也开始议论，这样对媳妇确实不应该，在外面养女人，还好意思回家装穷。丽丽这20年受委屈了。婆婆走到刘强面前，抬手就是一个巴掌：“畜生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丽丽？”刘强被打得一个趔趄，但没有躲开，也没有反抗。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她跪在地上，眼泪鼻涕一起流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婆婆气得直颤抖。你对得起丽丽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吗？你对得起你儿子吗？我擦干眼泪，重新坐下来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我已经联系了律师，下周就提交离婚申请。丽丽，求你了。刘强爬到我面前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会改的。我把那个女人断了，我把钱都交给你管，我以后对你好好的，行吗？我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波动。刘强，如果一个人在河边走湿了鞋，我可以原谅他，因为这可能是意外。但如果一个人故意跳进河里，还要拉着我一起沉下去，那我只能选择自救。你这些年做的事，不是一时冲动，不是意外出轨，而是有预谋的欺骗和背叛。你精心策划着每一个谎言，精心计算着每一笔钱的去向。这样的人，我还敢相信吗？刘强彻底绝望了，瘫坐在地上，不再说话。大伯叹了口气：“丽丽，你的决定我们支持。强子做的事确实过分了，谢谢大伯理解。”我站起来，今天的寿宴就这样吧。妈，对不起，搞砸了您的生日。婆婆拉住我的手：“丽丽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你受委屈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。后续发展：1周后，我正式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。刘强最初拒绝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但在律师出示了详细的证据清单后，他意识到继续纠缠下去只会让自己更难堪，
最终同意了协商。整个离婚过程持续了3个月，最终的财产分割结果是房子归我所有，但我需要承担剩余的1半房贷，银行存款平分。刘强需要返还挪用的34万中的20万给我，剩下的14万作为对他这些年欺骗行为的惩罚。儿子判给我抚养，刘强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。关于王美丽，刘强在离婚后的第1周就跟她分手了。据说那个女人知道刘强离婚后要承担巨额赔偿时，立刻就消失了，连租的房子都退了。讽刺的是，刘强为了这个女人搭进去30多万，最后什么也没得到。离婚后的第1个月，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，没有人管着我的开销，没有人对我指手画脚，没有人把我当免费保姆使唤。我开始重新装修房子，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。我买了一套舒适的沙发，换了漂亮的窗帘，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。离婚后的第2个月，我报名参加了英语培训班。20年没碰英语，一开始确实很吃力，但我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还在。老师说我的语音语调很不错，建议我可以考虑做翻译工作。第3个月，我通过朋友介绍，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兼职翻译的工作。虽然工资不高，每月只有3000多，但这是我20年来第1次靠自己的能力赚钱，那种感觉无法形容。儿子开始对我的变化感到不适应，他习惯了家里总是有妈妈等着他，习惯了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。现在我开始上班，回家时间不固定，他需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妈，你为什么要工作？爸爸的抚养费不够花吗？儿子问我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对他说，妈妈需要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价值，我不能永远依赖别人生活。那你还爱爸爸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。爱过，我最终说，但爱不是无条件的容忍和牺牲，真正的爱应该是相互尊重、相互支持。你爸爸没有给我这些。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半年后，我的英语水平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开始接一些更高级的翻译工作。我发现20年前学到的专业知识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需要更新和补充。我开始考虑重新考取翻译资格证书，也开始关注一些外贸公司的全职职位。1年后，我在一家外资企业找到了正式工作，月薪8000，虽然比不上刘强的收入，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工作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尊严。2年后，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单身生活，我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有了自己的爱好，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。偶尔会有人问我后悔吗？我的答案是不后悔。如果说有什么后悔的，那就是后悔没有早点醒悟，后悔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。但是人生没有如果，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而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